很多人在制作 Google 表单的时候，都会问我差不多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呢去限制填单的人数，或者是设定一个截止时间，只要达成其中一个条件，就会自动关闭表单。今天我们终于要来教大家要怎么去达成这些条件，就自动关闭表单。Let's go！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想要更加深入学习，但常常出问题，选择学习 Plus 方案，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喝罐养乐多，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影片要开始喽，你准备好了吗？嗨，我是阿汤。其实呢，这个问题呢，之前呢有分享过，可以用 Phone Limiter 这个外挂呢来达成。只不过呢，这个外挂其实我觉得它的设定界面没有那么的方便使用之外，好像也蛮常出问题的。所以今天我们会教大家呢，用最原生的方法，就是用 Google 自己的 AppScript 来限制这些条件。只要达成其中一个条件，或者是呢你设立条件，它就会自动关闭表单。只不过我们今天呢不是直接给大家一个现成的范例档，因为大家的需求肯定会不同。所以今天会教大家去跟 AI 沟通之后，来产生程式码，然后呢再来做限制这个动作。这么一来，你想要限制什么就限制什么，不要再问我咯。接下来就往下一步步操作给大家看咯。好，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当我们建立好表单之后，记得呢我们要先在回复这里，让它去呢连结至试算表来看回应，因为我们这次要限制的方式会跟试算表比较有关系一点。这时候你可以连结至试算表，然后这边会建立一个新的试算表。如果你有常在使用 Google 表单的人，这些步骤对你来讲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步骤。之后呢，所有的回复就会在试算表这边呢可以直接查看。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做限制的这个步骤。那我们要怎么去限制呢？你当然自己不太知道怎么写这些程式嘛，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叫 AI 来帮我们处理。这边呢，我给大家一个简易的 prompt， 就是像这样子，帮我用 Google AppScript 呢写一段程式码，让我可以针对 Google 表单设定以下条件。第一个呢是当填写人数达到多少的时候自动关闭表单。第二个呢是设定截止时间，那只要其中一个条件成立，就会立刻关闭。那这边第4跟第5呢，主要是针对第1跟第2个条件去做设定的。如果呢，你只有要限制第1个，就是填写的人数，也就是填写数量的话呢，你只要搭配第4点。那如果你是要用第2个的话呢，要搭配第5点。所以如果你只有要单一条件的话，你就自己去选择搭配一下。有1就会有4，有2就会有5。OK， 那这段 prompt 呢，我会提供在资讯栏下方，你可以直接复制去做使用。好，最后面有一个表单 ID 要去带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表单 ID 呢，你可以自己填入自己的表单 ID， 要怎么看呢？回到你自己表单这边来看一下你自己的网址，这边 D 后面的这一串就是你的表单 ID， 一直到 Edit 前面这边这一整串都是你的 ID， 你就把它复制过来，然后把它贴过来，让它自己帮你带入。那之后其实你产生代码之后，你只要去做修改就好了。这个部分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设定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送出让 AI 呢来帮我们产生这个 Google AppScript 的程式码。好，产生完之后，我们先把它复制下来。那底下呢有一些相关的说明，等一下再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我们到我们刚连结的这个试算表这边来，然后点击扩充功能，这边呢有一个 AppScript， 点击它，不论出现什么内容都不用管它，你就直接全选，把它删掉。然后贴上我们刚刚 AI 帮我们产生的这段程式码。好，这边注意一下，之后你在使用的时候不一定要每次都到 AI 那边去修改。如果你都一样，只是要限制人数以及截止时间的话，你可以在这边修改就好。表单 ID 在这里，你只要把它取代掉。然后这个呢是填单的数量限制，再来往下这边就是截止时间。所以你之后呢不用再反复去 AI 那边去做生成及修改，你只要直接在这边覆盖成你要的内容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可以按储存。第2个步骤呢就是设定触发器。我们看一下，它这边其实最后有讲，除了呢我们去贴上这个程式码之外，要点击左侧这个闹钟图示这一个左侧的触发条件，点击右下新增触发条件。好，这边呢我们要执行的功能呢，第一个呢主要是提交后的检查，就是送出之后每次都会检查，所以第一个是这个送出的按钮。好，选择活动来源就是试算表，活动类型呢我们要选择提交表单时。好，把它按储存。好，储存的时候如果需要你授权，你就记得
登录去授权就可以了。这样呢就储存成功，这就是针对提交表单的时候侦测数量的部分。接下来第二个新增触发另外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 Ctrl 封 SS 这个呢要去控制时间到的时候要关闭。活动来源这边我们要选择时间驱动，然后选取时间型触发条件类型，我们要选择分钟计时器，因为它的最小单位就是每分钟。好，最后呢就是选取分钟间隔，这样它每1分钟就去检查一次，只要你设定的截止时间到了，它就会去进行关闭表单的动作。好，我们按一下储存。好，这样2个触发器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回到编辑器这边确认你有储存之后呢，可以先按执行一次，确认一下你这个程式码是没有错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测试一下我们的表单有没有按照我们的设定会自动关闭这个表单。好，我们刚刚设定呢是限制5个数量，我们可以先来试一下5个数量，送出1次、2次、3次、4次、第5次。好，我们在按第6次的时候，你看它就会出现关闭了，所以我们刚刚限制次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时间的部分。好，我刚刚呢先把时间呢往后设了1分钟，然后先调高我这个回复数量，然后也把这个表单呢重新打开了，然后现在回到这边来。接下来我们等一下时间，看等一下时间到之后，我们再来填写，看看这个表单呢会不会呈现关闭的状态。我们已经到达刚刚的设定时间呢，也超过了1分钟了。那我们这时候来先重新整理页面。好，你看重新整理完，它就直接出现不回应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它就直接帮我关闭表单了。所以呢，大家之后呢，只要再去调整这个专案里面的这个程式码，记得上面第一个就是你的表单的 ID。第二个呢是可以控制回复数量啊，第3个呢就是截止时间设定。那如果你想要增加更多的相关设定，比如说你想要针对某一个单项去设定数量，或者是某一个单项时间到了就会关闭那个某个选项的话，你都可以跟 AI 这边呢再去做沟通，然后让它去帮你产生对应的这个程式码来使用。这么一来，你只要搭配 AI 呢，就可以去调整以及限制你的表单每一个项目的需求，不论是你要限制填单人数、限制单项、限制时间，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哦。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看完上面的教学之后，接下来大家的 Google 表单想要怎么限制就去怎么限制吧。只要跟 AI 沟通好你的需求之后，帮你产生程式码，直接由 Google App Script 来达成这个限制条件，会比起呢用第三方工具呢更加的稳定。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关的运用教学的话，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我是阿汤，下次见，拜拜。